大来剧场演出天天满座，成绩美满。不料只有1个半月时间，楚民义竟和班中一位女伶张桂莲搅得火一般热，发生不寻常的关系。张桂莲原是有未婚夫的，天天闹得不像话。那位未婚夫曾经和楚民义打过一场架，楚氏有的是太极功夫，张桂莲的未婚夫受伤跌倒，于是报警成案，事情闹得很大。胡社当局认为这是影响到该社的声誉，打算取消越剧团租约，但是租约有法律保障，不能随意终止，因此纠纷越闹越大了。楚民义要我陪着去见陈万运，因为三有实业社可以影响他们整个的越剧团。我说我对这种事项不过问，我以为调解人只有王小赖最相宜，他是绍兴人的领袖，由他出面最好。后来这场风波果然是由王小赖出面把它平定下来，不过楚民义拿出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补偿张桂莲的未婚夫，才算了事。深陷孤岛放浪形骸77事变后，上海成为孤岛，党政军有关人士已全部离去，唯有楚民义留着不走，大家觉得诧异。丁惠康的虹桥疗养院因为地处郊区，已被日军占领，只得在霞飞路叶家花园另起炉灶。我那时仍在这个疗养院，每日住诊2小时。华安公寓的俱乐部这时也宣告结束了。另外在麦特赫斯托路、金泰兴路大厦中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俱乐部，参加的只限10个人，但是楚民义还是硬要参加。每次参加，他都邀约一位女伴前来，每隔2-3个月又换一个新人。为了掩饰他的行径，迎送之事总是托一个姓金的朋友代劳。丁惠康是爱好摄影的，尤其是喜欢摄裸体照，于是在那公寓的楼上辟了一间精致的摄影室。楚民义对此大感兴趣，只是当时女性模特不易找到，可是楚民义所识的女伶知识程度很低，反而不加拒绝。大家暗想，这般女伶与楚氏总有相当关系。我们起初以为楚民义留在孤岛上，一味纵情声色，大约是借此作为一种掩护。有几次楚民义设席在他所主持的中法工业学校，邀我们去赴宴。每次宴罢，他总是放映他收藏的小电影，这些小电影以法国、德国的为最多，日本的也不少。从前这种小电影在上海很少见，大家见了不免惊讶。这时我对楚民义起了很大的反感，认为一位堂堂校长竟在学校会客室中锁上了门放映这种东西，实在太不成体统了。后来战事扩大，租界沦陷，市况相反繁荣起来，歌场舞厅、妓院剧院天天满坑满谷，生意好得了不得。楚民义的行径越发放纵，竟然常和仙乐斯舞厅的老板谢宝生、大舞台老板范恒德等混在一起，于是他的一些女伴越发日新月异，而他的行径也越来越荒唐。我和范恒德等人向少往返，这时范恒德在我家格林建了一座大住宅，新屋落成的那天，因为邻居关系，他给了我一张请柬，我只得按时往贺。那晚楚民义也在座，我是巧与他同席，有位演戏的女角坐在他身旁。酒醉之后，楚民义乐不可支，在谈话之间，范恒德透露了一句话，说楚先生虽是英雄本色，只好色，可惜本店不够，我介绍他许多女朋友，他都是咬死了老鼠不会入口的。这几句话
大家听来都不很明了，后来细细一想，才知道话中的含义。我认识楚民义很久，他虽是医学博士，在任何场合却从未听到他谈过一句医药方面的话。有一次在俱乐部中，他忽然问起我关于中药中的鹿尾巴、鹿茸、肉苁蓉、老虎鞭等药怎样的吃法，我一一告知。他听得眉飞色舞，娓娓不休地谈了半个小时。当时同座的刘海粟就插口说了一句：“斯人也而有斯己也。”秃鹰博士有来有因，每次带楚民义接送交际花或女伶的金姓朋友，为人沉默寡言，轻易不说一句话。一天，他忽然告诉我，他最近担任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辑，需要一些参考书。他知道我搜集的小品书籍很多，要我借一部分给他。我要他给我一张名次，一看之下，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金满成。他既然向我借书，我不能不应付一下。我说：“好的，我准备把若干本的语丝会定本送给你。”他听了很欢喜。送书之后的一天，金满成执意邀我上一家天津馆子小叙一番，我也不推辞。到了这家馆子，金满成酒话连篇，大发牢骚。他一连串说了许多关于楚民义的私事。一件是楚民义怎么会得到医学博士学位。他说，他和楚民义是留法同学，而且还同住在一个宿舍中。楚民义并不是勤工俭学、半工半读的留学生，而是他父亲卖掉一间药材铺供他留学的。到了法国，他的父亲就死了，经济来源断绝。后来由同乡张静江资助，他在法国一边搞革命运动，一边搞风流事情，对读书有时很用功，有时满不在乎。他有许多研究动物交尾的照片，最多的就是狗类、猪类、马类、牛类。他对这件事有特别的兴趣，经常到动物园去耐心等候拍摄各种动物的交配状态。法国的医学院读书采取自由制，他对医学方面实在并不用功，专门研究动物试验中的兔子是如何的交配方式。他发现了若干兔子的性生理是有阴阳两性的组织，所以雄兔与雄兔也能相交，简直雌雄难辨。他就用解剖的工具，从兔子的性器官上发现很大的秘密。毕业时，他做了兔子阴部构造的论文，竟然获得博士学位，所以人家称他为兔阴博士。我听了不禁哈哈大笑。